比特币和以太坊又要突破新高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现在依然在 Bybit 上面持有这张比特币50万美金的多单，还有以太坊25万美金的多单。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利润的部分呢，总合起来，纯利润的话呢，大概有410万左右，410万上下。那如果我们扣掉资金费率的话，大概是很接近400万左右。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不错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入金500美金，质押1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并且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都不用交易。那 BigGet 你只要入金100U， 达到一定的交易量，就送你100U 的体验金。我们回到目前比特币的盘面，我们可以发现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它确实是往下插了一根针，但是呢，好，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日线上呢，比特币它是没有创造出前高的，是没有创造出新高的。我们前2天的高点呢是在4万5，那当然了 ，Coinbase 它有略微的这种小误差，这个我们在直播当中有提到，它跟其他交易所不太一样。我认为比较公允的大概是在44500美金左右，差不多。Coinbase 多了500美金，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人用市价买入的缘故。那今天呢，我们是没有打出一个新高的，但是以太坊它却已经创造出来了新高。我们在刚刚，或者说现在吧，是我们这段上涨以来的新高那这可以代表在我们这一波的上涨当中呢，以太坊它是比较强势的是稍微比较强势的。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呢，就是以太坊它会变强势的一个苗头了，很有机会。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接下来怎么发展如果说自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往后呢，以太坊都是走的比较快速的话，或者说上涨比较强势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强势的标的呢就会从比特币轮动到以太坊身上。那这点呢，我认为是我们要很仔细注意的。那我们昨天也有提到，当我们在周线级别的这条趋势线如果能被突破的话，我相信以太坊它就会开始走比比特币要来的强势很多。那我们持有现货呢，就应该多多持有以太坊。比特币的话，应该要换成以太坊去持有。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现象它有没有继续的发酵。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身上呢，其实我自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我们的第3浪里面的4浪回调要产生呢？第3浪里面的第3浪里面的第4浪，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有谈到说，我们现在的上涨呢，我们认为说它是一个5浪的结构。我们用磁铁把它给吸起来从最下面这边开始是它的起涨点，然后我们第2浪回调走得很简单，然后3浪呢走得很狂暴，4浪走一个三角稍微复杂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走5浪。那我认为我们5浪呢，很有可能会走成延展浪，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回调的。好，那我们这个第5浪呢，它有几种可能的走法，当然重的是结构，不是点位。点位的话呢，都是点到为止好，我们来重新画一个，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来画一个5浪的结构因为我们的5浪呢，我认为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它就是走成了延展浪，这是我们的第1浪然后第2浪，2浪的回调来的比较快那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在3浪当中，那4浪这边是不是有4浪的回调？然后我们再走5浪呢？其实这个4浪的回调，我会认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或许可能是成立的，因为你要走4浪的话，它肯定要回调到一定的深度。但以目前来看呢，我认为我们还会持续的往上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第5浪的第3浪当中，就是最强势的那一浪。那我自己现在是不会以任何形式的去做空的，就是不会随便的去做空。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第5浪呢，它走成了延展浪，而且我们这个第5浪绝对还没有走完，绝对还有后面的行情要走，所以我这张多单呢，我就会继续的持有。那大家也可以发现，其实之前呢是比特币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那以太坊的利润呢就可能还好，但现在以太坊的利润呢其实也打出来了，你可以发现赚了13颗的以太坊，那这是币本位的操作方式大概是90多万的台币左右，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那我的保证金也有增加，因为我放在同一账户里面的资金呢有很多是以太坊所以这个地方的钱也有增加。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其实现在我认为怎么样的回调它都不会改变这个多头的走势的，除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4浪的第5浪的起点就在这个位置35700，至少以波浪理论来说呢，这个位置是不应该被跌破的，因为这里它就是第5浪的起点，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回第5浪的起点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可以设成一个趋势单的止损。如果你是可能在比如说附近进场的或许可以考虑提到这个位置。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更保守的方式这种保守的方式呢，就是以
震荡区间的下缘作为止损的参考点。那这个当然就是做很大周期的单子呢，我们可以这样考虑来放置止损。比如说像现在呢，我认为33500这个位置呢，它就值得放置止损了，或者是说，放置在这里呢就会非常的保险，因为我们在上方呢，它有经历了一个震荡调整的区间，然后最后缩量，然后突破了。那这个区间的下缘，我们就不应该再被回来了，至少我们在多头走势当中呢，任何的回调都不应该回到这个点的。我们在前面呢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位置缩量之后，震荡缩量之后呢，然后上涨，所以这个位置就不应该再被回来。那其实当时呢，回到接近25000的时候，当时我也有怀疑过，但是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个点还有后面的这个点其实这个位置呢，它就没有把前面的低点给打穿所以我们后面的走势还能延续，所以这个规则还是没有被违反的。那当时确实我是有怀疑了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规则还是没有违反，所以我们多头走势它才得以延续。那我们再移到更前面，其实也是的，比如说我们在回调过后呢，这个点它就绝对不可以被跌破，如果被跌破的话，那多头走势就不在了。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上涨过后，然后回调所产生的低点，那这里不管怎么回调，这个低点绝对不能被破，一旦被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多头走势已经不在了。我们在更前面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那当然我们在空头走势当中呢，其实就是走相反，也就是比如说我们震荡调整过后的这个点，这里有一个震荡区间，那它的上缘呢，不管我们再怎么拉盘，这个点都不能再打到，不然我们的趋势就被改变了。那我们在下方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点它不能再被打到，当然这些点位呢都可以设置成做空时候的止损点。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确实都没有再被打到，还有这个位置，就是25000。所以其实我们当时第一次碰到25000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这一段空头走势当中第一次碰到25000，那基本上就可以宣告我们这一轮空头呢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彻底宣告结束了。那其实我们在走现在多头走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用非常类似的逻辑来去对行情做判断。那我们再回到4小时吧，其实我们这一波下跌呢，它是不是因为轻杠杆？是不是因为轻杠杆？我认为如果这样就算轻杠杆的话，那也太便宜多头了。那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个数据，就是观察一下持仓量有没有变化。如果说庄家他真的成功轻了杠杆的话，我们从持仓量我们可以非常显而易见的看到这个事实的。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行情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持仓量它只有微微的下降而已，所以或许有杀了一些真正很高杠杆的这些多头，确实是有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一波的下跌呢，然后大规模的大面积的把很多的多头给杀掉，并没有。那你说这算不算轻杠杆呢？或许算这种超级高杠杆吧，但是我相信我们之后呢还会出现更像样的回调的。我甚至不把它视为是适当的调整。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